一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声音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做小法棍。这个小法棍呢，它的长短是属于比较短的，非常的适合家庭制作，而且它是属于内部结构比较软的那种，就外面是脆的，里面是软的，非常的适合涂果酱或者配牛肉或者羊肉汤来吃。而且最重要的，它是免揉的。我看了一下，我前后操作的时间差不多只有20分钟，20分钟啊，我没有骗你哦。而且呢，你稍微改变一下这个水和面粉的这个比例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mini ciabatta， 就是这么简单。20分钟你可以做小法棍或者是 ciabatta。那咱们赶紧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做吧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吞金四脚兽也已经关机完毕。这么一个完美的机会，难道不一起来和一个面团吗？1又1/2杯的室温水，然后加1又1/4小勺的活性干酵母，然后我们给它搅拌一下，然后放到一边待用。取一个大的 mixing bowl， 在里面放上3杯中筋面粉。如果你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，可以取其中的一部分代替为全麦面粉，也是 OK 的。再加1小勺的盐，然后我们把它充分的搅拌一下，为的就是呢，等一下我们倒我们的酵母水的时候，不要让酵母直接去接触到盐，这样酵母会比较容易死掉。搅拌，充分的去搅拌。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用一个木头材质的这么一个器具去搅拌，如果你直接就用 spatula， 你就会很累。OK， 把它充分搅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用 spatula 这样子把它从外向里翻折大概3到4分钟的时间，直到它看起来已经有一点点开始起筋了。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疗愈的，就是你感觉你在揉一个非常软和的面团，但是你的手又不会沾到那又湿又黏的面粉。反正我是挺喜欢的啊，你们可以去试一下。好，我们把它和到差不多有一点点起筋的状况呢，就把它盖起来放进冰箱隔夜。我看了一下钟啊，这个过程我差不多就用了个7分钟，反正绝对是10分钟不到的。好，第二天的早晨，我差不多是等了大概12个小时左右吧。看一下我们的面团现在是长这个样子的，亮晶晶的呢。然后我们在操作台上撒足够的干粉以后呢，把这个湿湿软软的面团倒在操作台上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整形成一个比较圆的形状。我们这个3杯面粉的量呢，可以做4个小面包。好，我们把它整一整，揉一揉，不需要去揉它哈，我们只要把它整形整成一个圆的形状，便于它表面形成一个比较光滑的质地，再加上呢，便于我们把它切成4份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它这样子中间切开，然后分成4等分。切的时候呢，稍微注意一下，把它切的比较平均一点，防止说有些个头太大，有些个头太小。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块太大了，稍微调整一下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来给这个小法棍整形啦。利用这个切完了以后有一些三角形的形状，咱们先把它按扁，然后把这个三角形的2个腰的这个地方把它往里窝，封个口，然后你2个手把它摆成一个稍微有点像屋顶的样子，这样去揉它，把它揉成一个中间胖胖、2头尖尖的形状。揉的时候呢，注意把那个封口的地方给它封起来，这样子就好啦。中间胖胖，2头尖尖就完成啦。咱们再来一个吧，把它窝成一个，这时候发现表面有一个不太光滑的，没关系，我们把它摁扁，重新再来。然后把它先摁成一个三角形的样子，然后把三角形的2个腰这样往下窝，然后给它封个口，2个手像一个屋顶的形状，这样窝成一个
中间胖胖，两头尖尖的形状。完成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把他们4个小朋友都放在烤盘上以后呢，用一块湿的布把它盖上。我用的是2个小的烤盘，2个13×9的烤盘。原则上就是不管是1个还是2个，你要能够把它放在烤箱的同一层，千万不要把它叠起来。1个小时过后，我们的小朋友就变成这个样子，白白胖胖的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来割包。为什么要割包呢？首先它是为了美观，你可以把它割出各种你喜欢的形状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呢，如果你不割包的话，很有可能烤完的面包会开裂成一个不规则的形状。看你在不在乎了，如果你不在乎也可以咯。这个时候你需要一把无比锋利的刀，就跟手术刀一样。但是我知道大多数的朋友家里都是没有这个东西的，所以我今天教大家一个小窍门，就是用厨房剪刀来割。而且割成什么形状其实也是有很多自由发挥的空间。我今天就把它斜割，大概差不多3到4个口子就可以了，剪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的深度就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小法棍外皮脆脆的，你就可以喷一下水。没有喷壶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不喷也并无大碍，因为我们这个面团和水的这个比例，它含水量非常的高，所以基本上你烤出来都是表皮是会比较脆的一个状态。这时候我们就把它送入425度的烤箱，烤20到25分钟。看你家里的烤箱有多给力啦，我会建议你在20分钟的时候稍微看一下。烤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我觉得它非常的漂亮，有没有？闻起来很香。咱们切开看看它中间长啥样，就是外皮脆脆，中间软软。你看它还在冒热气。来，赶紧涂一些黄油和果酱，吃一口。太香了，太香了。我知道这个时候你一定有一个深入灵魂的问题，姐姐，如果我就是不想割包怎么办？我紧张，我害怕，我不想要面对这一切。没有关系，我确实也是试了一下，不割包会怎么样？而且我还特地把它做成一个平平无奇的长圆形的形状，就我没有把它窝成那个梭子的形状，就直接把它卷起来封了个口。我就想做一个平平无奇的形状，怎么样？就这么倔强。OK， 烤一下看看，试一下。烤出来，也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它会有一点点开裂了。切开看看里面也 OK， 它就是表皮裂了。表皮裂了怎么办？我真的很希望它表皮不要裂，所以我就又试了好几个方法，尝试了一些不同的水和面粉的比例。最后我发现，只要你在和面的时候再多加另外1/4杯的水，也就是用3杯面粉和1又3/4杯的水去和这个面团。然后你整形的时候，你也不要把它整成梭子形，你就把它整成一个平平无奇的长圆形，就把它摁扁，然后卷起来。烤完以后，它就变得非常的胖，非常的短，但是它表面就没有开裂啦。然后我们再切开看看里面的这个形态，完全没有问题，没有破绽，毫无破绽，这样它就会比较像一个 ciabatta， 所以就又做成了4个 ciabatta。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，如果你在揉面的时候用3杯面粉加1又4/3杯的水，完全一样的操作，隔夜发酵，把它切成4个小面团，做成长圆形的形状，你就可以烤出4个 mini ciabatta。 20分钟的操作时间，小法棍，小拖鞋面包小意大利拖鞋面包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不要太感谢我，订阅点赞就对啦。谢谢，很好吃。如果你很想要知道那个羊肉汤怎么做的话，记得继续关注我哟。